企业主管和连续杀人犯有着同样冷静与冷血的人格特质，精神医学与犯罪心理学称为反社会人格。你不要害我得罪人！Hello guys， 我是 Neko 五喵，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五喵。没错，今天就是要仗着我已经离职了，来得罪一大票在职场的猪队友和惯老板们。怎么样？我有什么好话的，是不是？对不起，我怕死了。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说过：注意你的思想，他们会变成你的语言；注意你的语言，他们会变成你的行动；注意你的行动，他们会成为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他们会变成你的性格；注意你的性格，他们会变成你的命运。逻辑很好的我帮你总结一下：思想决定了命运，所以要好命就必须先优化思想逻辑。但无奈呀，这一段话不是人人都听说过。我们都知道，工作嘛，大家就是来混口饭吃。基本上工作内容不要太机车，老板不要太刁钻，客户不要太难搞，同事不要太白目。哪怕不能拯救世界，至少能够付账单，也已经心满意足了。但问题是，当一份工作做到最后选择离开，很多时候不是工作内容有问题，问题都是出在人呐。所以今天就要借用这本《职场冷暴力》来简单聊聊在职场上会遇见的惯老板和猪同事。先来聊聊什么样的人是惯老板。我想这个大家都靠北到很熟悉了，自以为是，定出不合理的目标，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懂变通，责任义务都是我们扛，功劳加薪都是他们拿，需要主管出面的时候找不到人，倒是推卸责任的时候一马当先。还好在我的职业生涯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主管，从来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有。接着让我们来聊聊什么样的人是猪同事。我想这个大家也已经每天私下靠北到不行了，自以为是，到处造谣，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整天挂机，出了包都是我们的错，拍马屁倒是比谁都还快。好，讲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惯老板跟猪同事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啊？其实他们都是出自于6种人格特质，这6种人格特质分别是反社会人格、自恋型人格、戏剧性人格、强迫性人格、依赖型人格、未必型人格。有些大公司在面试的时候会做心理测验，虽然我压根觉得那种东西一点屁用都没有，但它其实就是要检测你有没有合作精神，以及偏向是哪个类型的人格特质，给未来的主管做一个参考依据。我就先坦诚，我不是个好同事，我会在上班逮时间摸鱼做自己的事情，怎么可能在同事眼里会是多优质？但这份心理测验也没测出来我最后会变成这样。职场环境其实非常容易改变一个人的思考和做事情的方式，尤其是长时间处在一个恶劣的环境底下，会让人失去成长动能，俗称公务员心态。它是用来形容一个环境过于稳定，导致最后大家一片死气沉沉，不求进步。上述说的6种人格，前3种会让同事之间相处气氛容易反目成仇，后3种则是会让人失去做事情的动力，不见得在职场上会遇上。我自己就没有遇过反社会人格的主管，但戏剧性人格和未必性人格的同事倒是反社会人格基本上比较容易出现在大老板身上，像我这种市井小民就比较难接触到。他们通常是功利导向，所有人在他们眼里都是棋子，因为在高压环境下能冷静决策，也确实只有反社会人格才能办到。成功的企业家都需要一点点这样的特质，围绕在这些人身边的人如果没有好的应对方式，压力会很大。反社会人格之所以到现在基因还没被社会淘汰，是因为团体之中需要这种类型的人才能促进进步，因为他们超级会钻漏洞，其他人就会知道制度底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外族入侵的时候也更能够团结一致。应对这种人，我只能送你10个字：上班好同事，下班不认识。下一位，自恋型人格最常出现在新创公司的老板或者大公司的主管上，很容易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不太听身边的人的话，也听不太进去意见。在这种人眼里，人才也不过就是奴才而已。最可怕的是，这种人当同事，哪知道什么时候他会给你一顿排头吃，加上他们过度敏感的个性，很可能是一个眼神不对，
就意外的惹上一身腥。他们不但会对自己过度自信，同时也有一颗易碎的玻璃心。当你功高震主的时候，可能连申请个假单都是个难题。这种类型的人没有同事，只有对手或妻子。面对这种人，唯一方法就是尽量保持距离，做什么都留下证据，有 email 来往信件最好。我在公司的时候，信件至少保留半年，以免出事。戏剧性人格真心很讨厌。中阶主管和同事最常出现这种类型，说了一口好工作，但实际处理的都是别人，实际上就是个只会收割别人的辛苦差，再不然就是猛烈在老板面前刷存在感，各种造谣、八卦、打小报告。当然，一间公司有八卦串流很正常的，因为讲八卦是有利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技能，它蕴含一种高度资讯量的社交讯息沟通。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今天你要和某位同事拉近关系，绝对不会用国家大事开头，一定是用家里发生了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开始，对吧？连 FB 的诞生都是窥探隐私开始的呢。但戏剧性人格不但会八卦，还会无中生有，加油添醋。我以前就深受其害，错把戏剧女王当朋友，才到职2天，全公司就知道我各种大小事情，连投资项目都加油添醋的好好的说了一番，搞得我好像赚了很多一样。根本不是。当时的同事各种言语，气得我1秒就不跟他联络，断绝所有社群交流。公司同事和私下好友之间的距离还是要划分得清楚明白一点。强迫症人格比较容易出现在行政类型的同事身上，没办法，他们要算账的，真的要比较仔细。我还记得我跑离职流程的时候，需要做财产清册，点清我身上所有的财物。负责财产的同事居然要我去找主管的主管的主管签名，3个层级以上。我想你们不知道这多严重，他要我去找维新科技的负责人签名。进公司3年只看过照片的人，我一脸严肃地问他：“你认真吗？”他回我：“这是公司规章。”他也是唯一一个会把电子公文来回签，让我一直来来回回跑人事的姐姐。最后我主管无奈地把那一张单签了下来。所有的账都转到他的底下，这件事情才勉强告一个段落。不然里面有一堆鬼东西都已经查无此物了。2007年的主机板真的与我无关啊！其实强迫症在职场上也不见得不好，但凡是过了头、极端了，逼疯的到底是同事还是自己呢？过度执着，累了自己，也累了身边的人啊。最后，依赖型和卫兵型人格，我想放在一起讲。依赖型人格最爱打太极、推事情。每天得过且过，思想保守，不敢创新，这种类型也是公司呈现一滩死水最主要的原因。更可怕的是，它会潜移默化，像感染一样。新进员工原本活力满满，进到最后都会上班一起跟着逛 FB。不过我是逛 YouTube。总之，我进公司后第1个星期就有人这么跟我说：“啊，别太认真啦，9点到10点是早餐时间。”第1年我没听进去，发现全组只有我一个人8点半上班，其他人都9点才到。第2年开始我也9点才到，第3年开始就别问了。这类型人太依赖 SOP， 也不敢改变。我第1份工作的主管也是这种类型，真的会很难做事情。要取得他们同意，还要先开会，取得多数人通过才能进行下一个步骤。真的是翻白眼翻到后脑勺去哎！但再怎么糟糕，也没有卫兵型人格来的强。把这个类型放在最后，是因为它最精彩啊！身为前端设计，最常就是要跟 PM 对稿。但我遇过很多卫兵型的 PM， 横竖就是找不到人，东西也时常有缺漏，完全标准的佛系同事，秉持着不认真不做事，缘分到了自然会有人出来处理。老实说，到后期我也变成这种人了，因为反正 PM 自己的案子都不在乎，我为什么要替他紧张？当然啦，到最后倒霉的还是我同事和主管，我真的深深反省了。对不起。也有一类型是常常说这个案子很赶，能不能今天下班前给我？拼死拼活赶出来给他后，发现上架日是1个月后。久了，我想任谁都会心累啦。所以未必型和依赖型根本就是互相喂养。在大中华的环境底下，我们重视人情的文化，总是觉得今日不得罪，来日好相见，所以待久了基本上也不会开除。久了，这些人不但不会反省，还会变本加厉的抱怨起公司，基本上就是一个负能量的循环战。真的遇到这些人，除了敬而远之，还
好像也没有第二种方法可以解咯。很多时候还是得依赖主管的手腕解决。如果大环境已经烂透了到无法解决的地步，也是时候可以考虑换个环境吧。毕竟一份工作最主要除了糊口以外，自我实现的部分也蛮重要的。当口袋富足了，还有心理层面要照顾呢。幸福企业应该是能满足员工不断成长，公司里的百般不适都可以是离职的重要原因，但它绝对不能成为主要原因。离开应该是要给自己一个更好的未来。至于这本书推不推荐呢？其实有点微妙哦。我原本是要把它放在雷书的，因为里面举的案例实在夸张到不可思议。但看到最后作者说这都是他的亲身经验，我真的要替他默哀3分钟了。看书的过程中，难免会觉得他有一点在宣泄自己的郁闷，变得有一点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书是死的，人生是活的。我希望荧幕前的大家都别遇到这些人，真的遇到了也不一定要全照书上讲的解，倒是后面的转职前心理准备可以看看。当职场情绪低潮的时候，应该做的是1. 寻求协助，2. 放长假，3. 找下一份工作，并不是立刻写辞呈。其实我从下定决心要离职到真的提出离职，也花了1年的时间。这中间除了存钱准备离职后的干枯期外，我也试图在找留下来的可能性，明显华丽的失败了呢。在 MSI 工作是我人生中最巅峰的一段职涯，设计厅的主管人真的很好，同事也没话说。我这段不是在消毒哦，是真的。其中一个同事真的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是那种我说我身体不好会买饭来看我的那种。在职场上并非遇不到真友情，所以也别放弃希望啦。至于到最后为什么我还是选择离开，这我在直播里面说过了，我就不再赘述了。预祝各位在职场都能顺顺利利，战无不胜。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用订阅代替掌声，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下面有个加入按钮，每个月75块钱，请我这个无业游民喝杯茶，支持我每个礼拜2晚上8点在这里与你分享一本好书，我会非常感谢你的。加入会员会有额外的回馈优惠，我就放在影片下方关于啦。那么我们就下一支说书时间再见，大家拜拜。这支说书比较严肃一点，我知道比较没有太多平常一般大家期待的那个梗跟笑料，可是因为我觉得他要讲的东西比较严肃一点，比较没有那么适合搞笑，所以与其我在这里卖梗卖弄，不如我好好的把这本书推荐给你们，然后把里面一些内容揭露给你们。它就只是里面的前面6种人格介绍而已，其实后面还有一些怎么应对这些人格的方式。如果有需要，可以去书局翻翻看咯。